蓝忘机突然抬头，目光越过魏无羡，对着虚空道：“酒。”魏无羡扑哧一声：“还喝啊？韩光君，你看你都醉成什么样了？”其实喝醉了的蓝忘机，除了眼神有些许迷离，跟平日里也没什么两样。而且那迷迷糊糊的眼神，倒让他比平时看起来更可爱了。这么可爱的蓝忘机立在他面前，魏无羡说什么也不忍拒绝，便去茶桌边把另一坛酒也拿了过来，顺便还取了个茶杯，打算给蓝忘机雅致地倒上一杯，任他慢慢细酌。谁知蓝忘机一把从他手里将酒坛夺了过去，头一仰就直往嘴里灌，酒液从嘴角溢了出来，沾到他雪白的衣袍上，浸出好大一块印。魏无羡看傻了眼，没想到蓝湛喝起酒来这么豪迈啊！蓝忘机自顾自往嘴里灌酒，呛得弓下了腰，痛苦地咳嗽了起来，又顺手将酒坛子扔到了地上，发出一声脆响。这下魏无羡知道第一个酒坛是如何摔碎的了。他一边给蓝忘机拍背，一边笑道：“喝这么急做什么？又没人跟你抢。”这时蓝忘机身子一歪，倒在了床上。魏无羡看着床上酣睡那人，眨了2下眼睛，久久不敢置信。看他方才灌酒那个豪迈样，还以为他是什么千杯不醉的好酒量呢，结果竟然一转眼就给喝趴下了。魏无羡将蓝忘机的身子在床上放好，想着蓝忘机讨厌跟别人触碰，因而很有良心的没有给他脱衣服，只是为他脱掉了长靴，将双腿抬到床上，摆成一个足够雅正端方的睡姿，坐在床边打算默默观瞻一阵。可刚过片刻，蓝忘机就醒了，猛地坐直了身子。魏无羡心里一慌，以为自己偷看人家睡颜被抓了包，正急着思考该如何解释，蓝忘机却像是根本没看见他，目光不住地四下张望，眉头越蹙越紧，呼吸也越发急促，最后双目一暗，悲颓之色尽显。魏无羡凑近了，轻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蓝忘机咬着牙道：“看不到了。”魏无羡疑惑道：“什么看不到了？你想看什么？”蓝忘机并未作答，嘴唇抖得越发厉害。先前魏无羡为他斩断绳索，就随手将碧晨扔到了床角。这时蓝忘机一手将碧晨夺了过来，魏无羡吓得睁大了眼，以为蓝忘机要打他，正要开口求饶，谁知蓝忘机持剑一阵乱舞，竟是往自己身上挥，将袖子都给破开了一个洞。魏无羡大呼不好，以蓝忘机现在的神智，让他舞剑是要出大事情的。他赶紧连哄带骗把碧晨从他手里拿了回来，扔到了一个他拿不到的地方。蓝忘机失了碧晨，站在原地不动了。魏无羡原以为他终于闹腾完了，一口气还没来得及松，却见他眉眼一低，径直朝茶桌走去，抓起一把先前魏无羡从地上拾起的酒坛碎片，紧紧地攥在手里。一时间鲜血四溅，又从他的掌心鼓鼓地往外冒，染红大片衣襟。魏无羡脸刷得白了，大叫着冲到他身边：“你在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”他想掰开蓝忘机的手指，将碎片取出来，可蓝忘机的手劲不比凡人，魏无羡压根拗不过他，只得由着他拳头越握越紧，鲜血从狰狞的伤口里狂乱外涌，锋利的碎片一寸寸深入掌心，成了血肉模糊的一片。蓝忘机却面不改色，神情凝冷，好像感知不到疼痛似的。魏无羡无计可施，只得从袖中引出一道定身符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终于将蓝忘机的拳头掰了开来。然而碎片已经深深扎进了他的手掌，稍一拉扯，必是皮开肉绽，惨不忍睹。魏无羡看得心惊肉跳，赶紧撕下一段衣袖，想为他擦干净手上的血迹，可刚一擦干净，立刻又有血流出来。魏无羡去屋外打来一盆水，好一会儿才勉强将血止住，仍是惊魂未定，气喘吁吁地道：“我后悔了，
早知道你喝了酒这么疯，我就不该给你解开绳子的。此言一出，魏无羡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蓝湛要把自己绑起来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喝醉了有多疯。可倘若真是如此，那岂不是说明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？蓝湛以前一定也在喝醉酒后做过伤害自己的事。这个猜想如同一块重石，沉甸甸地压在魏无羡心头。他低下头去，想着得赶紧为蓝忘机把碎片取出来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可能会有点痛。蓝忘机不言，双眼无神，目光失焦地飘向远处。以前魏无羡自己受了伤不上心，根本不知道如何照料伤口，下手便不知轻重。取出碎片时，果不其然，将伤口拉扯得更大了。他抱歉地看了蓝忘机一眼，蓝忘机却并无动静。魏无羡看着他这副乖顺的模样，心里突然变得很柔软，细声道：“韩光君，你别怪我啊，我是迫不得已才给你下定身咒的。你也真是的，明明酒量那么差，酒品也差，干嘛还喝那么多啊？伤到别人不说，还把自己伤成这个样子，流这么多血高兴吗？舒服吗？”蓝忘机沉默着，像是没听到他的话。魏无羡叹了口气，又撕下一段干净的袖子，低头给他包扎。忽然间，他听见头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醉了，可以看到他。”魏无羡抬头，蓝忘机依然没有看他。他问：“谁啊？”蓝忘机不答，魏无羡却已经猜了个十之八九，心里莫名很不是滋味，叹了口气道：“是不是你那位故人？”之前他不是没想过，蓝忘机今日祭奠之人，会不会就是他那位心上人？如今看来，果真如此了。魏无羡静默了一阵，问道：“所以你才喝那么多酒，因为醉了可以看到他？”蓝忘机摇了摇头，沉痛道：“看不到了。”啊？蓝忘机又自顾自道：“以前都能看到的，现在看不到了。”话音一落，只见蓝忘机的眼睛迅速红了一圈。魏无羡心道：“要命了，要命了！蓝湛他这是……”很快，蓝忘机的双眼就红了个透，却始终未见眼泪滴落，像是在强忍压抑着，却让魏无羡看得更难受了。实在无法再忍受了，他不假思索抓起蓝忘机没受伤的那只手，义愤填膺地道：“那人是谁？我去帮你把他抓回来。”其实他并不知道有什么能让人起死回生的邪术，但毕竟坊间传闻把他说的那么神通广大，研究研究，说不定真能成呢。最不济他还能把那人练成高阶走师，虽不是很体面，但总比蓝忘机这样苦苦相思来得好。蓝忘机摇了摇头。魏无羡皱着眉追问：“为什么？我把他抓回来，让他陪着你，你就不用再喝酒，天天都可以看到他了。”蓝忘机垂眸道：“他不愿。”不愿回来，这魏无羡倒是可以理解的。他死了这么多年，也从没想过要回来，并未觉得这人世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。可若是有人如此在意他，因为他的离去那么伤心难过，要在每年忌辰饮酒买醉，只为了一睹他的幻象，以解相思之苦，那他说什么也得回来看看，不能由着人家为他心碎成这样。更别说那人还是蓝忘机。魏无羡越想越愤懑，也顾不上什么死者为大的礼仪，在心里痛骂了一句：“哪里来的王八孙子，竟然敢让蓝湛这么伤心！”待到蓝忘机慢慢平静下来，魏无羡为他撕下定身符，让他在床上睡好，给他盖好被子。蓝忘机平躺在床上，始终没有合眼，目光呆滞，面色颓然。魏无羡静静注视着他，之前捉弄他时那番坏心思一扫而空，只留下无穷无尽的心疼，出神地唤了一声：“蓝湛。”闻声，蓝忘机的双目突睁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直瞪瞪地看着他。他的目光无比炽烈，看得魏无羡的心都漏跳了一拍。回过神来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用了什么称呼，急忙开口：“我。”可还没等他想好该说什么，蓝忘机眼里的光亮又自行暗了下去。
接着他扬手一挥，一掌拍在额头上，将自己给拍晕了。这一夜过得极不太平，喝得烂醉的蓝忘机倒是睡得老实，反而是滴酒未沾的魏无羡心中七上八下的，怎么也安稳不下来。他对着床上那张冰雪似的脸左看右看，时不时给蓝忘机掖掖被角，时不时又拉起他的手腕看他的伤口，一刻也没闲下来。一直折腾到了下半夜，魏无羡终于觉出几分困意，靠着床头眯了眼，好几次将将要沉入梦乡，头一清又醒了。